影片開始之前，請先幫我點個讚啦！看完影片有喜歡，可以幫我訂閱、開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。還有，幫我動動手指，在留言處往左滑，熱推一下我的影片吧。本集影片也有留言抽獎活動，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"我好想要晴天娃娃"，就能抽到我們精心準備的小禮物。詳細的抽獎辦法可以看資訊欄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雙人徐，歡迎回到我的頻道。東京獨旅的第2集，我決定帶大家去高原寺與中野探索一下，畢竟也是我第一次去。今天我們從新宿出發，從新宿搭乘中央線，第一站我們先搭到阿佐谷站，從阿佐谷站東口出來，就會看到阿佐谷商店街的入口。這條商店街有非常多的美食跟商店，逛起來的感覺會比較有在地感。生活用品、雜貨、藥妝店都有，可以稍微晃一下。重點，這條商店街是這種室內類型，蠻適合雨天來這裡逛逛的。從商店街旁邊街道走出來，周邊就是住宅區域，一路上非常安靜，也可以感受到非常在地的生活感。從阿佐谷站走過來，大約10分鐘就會來到馬橋道和神社。馬橋道和神社最有名的就是入口的石造雙龍鳥居，左邊的升龍負責將願望傳達到天上，而傳達到天上之後的願望就會隨着右邊的降龍回到人間。許多日本人都會特別去觸摸雙龍鳥居來祈求好兆頭。沿着參道繼續往前走，就會來到隨神門。隨神門上面有着全東京最大的鈴，相傳在這個隨神門下拍手，如果可以聽到鈴的回響，願望就會實現。來到馬橋道和神社，肯定是要求個籤。這裡最有名的就是這個超可愛的狐籤，裡面會有一個小小的詩籤，打開來就可以看到運勢如何，是不是很可愛？肯定要買一個回台灣收藏。參拜完之後，我們就沿着街道走，前往高原寺的方向，來到高原寺 PAL 商店街的尾端。PAL 商店街可以說是古着人的商店街，跟下北澤有點像。這裡有非常多有特色的古着店、雜貨店、玩具店，非常適合來這裡挖寶。這一家無人古着店，說古着可能有點勉強，我覺得是比較偏向二手店，基本上有蠻多二手服飾，認真挖確實是可以挖到一些蠻古着的衣服。畢竟這家是無人商店，所以結賬是用機器結賬，我覺得蠻有趣的。如果跟我一樣超愛收集杯子的朋友，這家你一定不能錯過，整家店滿滿的特色的杯子，真的會瘋掉。這家主要是專售美國餐具品牌 Fire King 的商品，全店有5000多件貨品，包含迪士尼角色、Snoopy 餐具，有不少罕見的款式，真的有夠好逛，也超好買的。如果喜歡挖寶一些很復古的美式玩具，這家東西也是非常多。雖然價格上不是超便宜的那種，但可以看到很多小時候很喜歡的卡通周邊商品，也是一個很值得來買廢物收藏品的店哦。這家六九麵在高原寺附近非常有名，在塔貝路上有3.6評分。這家是專售雞清湯與雞白湯基底的拉麵，我這次點了濃厚雞白湯鹽叉燒拉麵，還有單點1顆蛋。湯底走一個很濃厚的雞白湯路線，是非常濃醇的雞湯味道，味道有稍微鹹口一點，但湯非常濃郁好喝。麵條採用小麥粉製作的麵條，質地堅韌有嚼勁，麵體是比較偏硬麵的口感。叉燒本身有先炙烤過，入口就可以感受到微微的炙燒與叉燒油脂香氣的混合。雞叉燒採用舒肥雞胸肉，單吃就非常嫩口，完全不柴。店家推薦的吃法是沾蛋液一起吃，可以讓雞叉燒增添更絲滑的口感，也會更好吃。湯裡面還有一個很點綴的角色，就是大蔥。單吃確實有很濃厚的蔥味，但馬上就會有甜味出來，意外的跟整碗湯超搭配。我真的說實話，它的湯是有非常濃厚的感覺，那個濃厚是我很喜歡的那種。真的很濃郁很香，而且雞白湯非常好喝。它的麵條我覺得是帶有一點點硬度的麵條，你會咬到一點麵心，可是我也蠻喜歡的，就是會有嚼勁的麵條。它的雞叉燒搭配那個蛋液是真的很好吃，你真的是一個很享受的一碗拉麵，一定要點濃厚，不要點什麼清湯，一定要點濃厚才會好吃。這一家可以來吃，真的。
這家口豆溝頭是前面有介紹的 Dealership 的姐妹店。這家不同的是專賣很多日本餐具，真的是超級有質感的那種，當然價格也不是太親民，隨便一個餐盤可能動輒就要1000塊台幣。但確實如果是喜歡買這種日系有質感的餐具，這家真的不能錯過。高圓寺除了逛街之外，還有一個全日本唯一的氣象神社，就位在濱川神社當中。走過黑色鳥居，就會先看到能夠祈求勝負運、健康運、事業運的濱川神社社殿。面對濱川神社社殿的左手邊，就是知名的氣象神社。這間氣象神社原本是陸軍氣象部裡的天氣神明，據說氣象觀測員會在這裡祈求預報準確，後續也隨着戰後而留存下來。後來也變成許多日本人會前來祈求晴朗好天氣的神社。來到氣象神社，除了參拜之外，也一定要求個幸運籤。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晴天娃娃籤，有8種顏色，代表着8種氣象。當然每一種顏色都對應了不同的含義，真的非常可愛。今天這一集也幫大家抽了一個晴天娃娃要來送大家，我就不幫大家打開，讓大家自己感受驚喜咯。記得要留言才有機會抽到哦。這家 Point 就位在氣象神社旁邊，這家最有名的就是第一個水果奶油三明治，水果會隨着季節做變換，也有肉桂吐司、cheese吐司、玉子燒三明治、司康等等。這裡的低消是每人1杯飲品，如果有點餐，它可以加購換其他的飲品。首先我這次有加購換的冰茶，冰茶喝起來微甜帶有果香，是蠻適合搭配甜點。當然一定要點的就是水果三明治。我先說這一份還真的不便宜，看看這個水果跟奶油真的太誘人了，不點不行。這一份有2種水果，第一種是葡萄的，採用白葡萄跟紫葡萄2種。葡萄本身的甜味很夠，搭配上甜度適中的奶油，一口咬下去真的是超幸福。另外一個是無花果，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把無花果夾進吐司。無花果本身是甜味很夠，重點是真的用料不手軟，每一口都能夠咬到無花果，真的很滿足。如果是2個人來，可以點一份來吃，喝個飲料，稍微休息一下，真的會有很幸福的感覺。從高圓寺站北口出來，就會看到純情商店街。純情商店街周邊以餐廳居多，蠻適合找間餐廳來吃。逛的部分主要就是以二手店為主，我自己覺得逛起來偏無聊。特別分享一下這間 Liquor Off 酒類二手專賣店。特別的是，除了有賣很多收藏的酒之外，這裡有賣很多的酒杯，重點是超便宜。如果是想要買這種啤酒杯回台灣的，可以來這裡掃貨。逛完純情商店街，我們就坐一站來到中野。從中野站走出來，馬上就會看到中野商貿商店街。這條商店街從中野車站一路連接到中野百老匯拱廊商店街。短短的商店街，可以逛的、可以吃的就多很多，比純情好逛。商店街有這家扭蛋店，品相上我覺得跟東京市區差不多，但看到扭蛋就會忍不住想逛一下。這次剛好有看到這個超可愛的路燈扭蛋，毫不猶豫就扭一個，真的是超可愛的。重點是路燈是會亮的，這不能不扭吧？還有我要特別分享一下商貿商店街這家 Ostra 真的便宜，我比過其他東京市區的藥妝店，這家真的便宜很多，但它只收現金哦。沿着商貿商店街走到底，就會來到中野百老匯。如果喜歡逛動漫公仔的朋友，想必都有逛過台北西門的萬年大樓，這裡的感覺就蠻像的，有各種動漫相關的產品，像是鐵道模型、機器人模型、偶像周邊商品都有，可以說是第2個秋葉原御宅聖地，非常適合來挖寶。當然也是有很多扭蛋機，也有很多這種特色的店，我就有被这家店的娃娃嚇到。在中野百老匯還有一個很有名的，就是村上隆主題咖啡廳，店內隨處可見村上隆的藝術作品跟聯名商品，有時間的話也可以內用喝個咖啡感受一下。中野百老匯的尾端出口出來，就會來到昭和新道，這裡可以說是中野地區的夜生活之地，有超多居酒屋，也是很多日本上班族下班會來小酌一杯的地方，越晚也會越熱鬧。
這次我找了這間伊勢路，是一間串燒關東煮居酒屋，也有賣一些配酒的料理，但他們只有日文菜單，可能就要自己翻譯一下。居酒屋飲品也是必備的，我覺得價格上都還算合理，蠻適合來小酌一杯的。他們家的關東煮是自己點料，我就點了最愛吃的竹輪跟蘿蔔，另外還點了一份烤雞皮串，当然啤酒不能不點啊。先吃點它一定會有的開桌小菜，是我喜歡的那種通心粉，奶油的通心粉哦，很好吃耶，就是有美乃滋，很好吃。雞皮串，它一份都是2串。我覺得還 OK， 雞皮吃起來不會太油，我覺得還可以。可是我覺得調味沒有很重，加七味粉就對了，加七味粉好吃很多。他們的竹筍已經滷到，我覺得已經是偏軟了，是有那個柴魚吸到柴魚高湯的味道，所以也是蠻香的。然後蘿蔔也是我每次吃藕店一定會點的東西，就是喜歡這種有一個甜味的蘿蔔，好好吃哦。這蘿蔔很讚，表現得非常好。我覺得日本的蘿蔔都很厲害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稍微簡單吃一點東西，因為畢竟剛剛逛了很久，然後想說吃點東西，喝個小酒，休息一下，蠻舒服的。今天的高原市中野一日遊影片就到這邊啦。喜歡我的影片，請幫我訂閱、按讚並開小鈴鐺，為我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蹤我的 IG， 看更多美食旅遊的分享。我們下集見，拜拜。